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英美报纸披露北约在乌克兰开展的秘密行动。西方介入乌克兰战争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美国既然组织整个西方集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当然也不会少了情报、侦察、监视或指挥方面的协助。特种部队或情报机构在乌克兰开展活动也是符合逻辑的。5月份，美国军方对国会表示无法充分获得乌克兰方面的情报，我看的是公开撒谎。按理说，北约给乌克兰军队提供情报、实施秘密行动，这样的消息是不应该出现在媒体上。如今呢，居然被西方媒体自己爆料出来了，说明了2个问题。首先，北约集团在乌克兰战争上的态度是非常的傲慢而且狂妄，把秘密行动的原则都弃之不顾了。其次呢，北约内部是存在矛盾的，对于这个组织的未来并没有统一的意见。首先来说狂妄的问题，间谍活动在西方的历史很长，但是现代间谍机器是在2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当年西方盟国为了有效的打击轴心国，建立了技术情报、人力情报这样的一些间谍机构。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是在1942年建立的战略情报局。现代特种作战体系同样是在2战期间建立起来的。英国的特种部队就是2战期间建立的特别行动处。冷战爆发以后呢，北约体系下的情报和特种作战机构转向反共任务，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作为工作的对象。冷战结束以后，苏联解体，北约失去了最强大的对手。从那以后，遭到了北约军事打击和政治颠覆的国家，无论是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还是叙利亚，都非常的弱小，不但军事实力不足，安保能力也很差。有些国家甚至没有建立起现代概念的国家安全系统。在这些国家当中，伊朗呢还算是表现不错的，但是核武器项目也屡屡遭到破坏，设施被炸毁，高级科学家被刺杀，这就让西方情报机构是越来越狂妄，连保密这个基本原则都无所谓了。另外，历次局部战争的胜利让北约集团对特种作战的保密性也不那么重视了。其实呢，美国的特种部队在伊拉克也好，在阿富汗也好，表现都很一般，完全不是电影里面那种神兵天将的形象。所以乌克兰战争还没有分出胜负，关于西方情报和特种部队秘密行动的报道就满天飞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北约内部的矛盾。英国《泰晤士报》说，来自其他北约国家的特种部队，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立陶宛，也一直在乌克兰境内工作。美国陆军第10特种部队在德国为乌克兰突击队提供培训。听起来这像是北约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政府，但是法国、德国、意大利对于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似乎与英国、美国不太合拍。3个国家领导人去基辅的时候，表示希望尽快的结束战争。而这些英国报纸报道的目的是要把欧洲大陆国家继续捆在美英集团的战车上，一定要把乌克兰战争打到底。上面这些情况表明呢，北约这台军事机器看起来很强大，但自身的矛盾和问题还是很突出的。乌克兰抱怨说北约不肯接受乌克兰，美国是公开支持北约东扩的，吸纳乌克兰的。那么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是谁呢？显然是欧洲国家。把这个战乱中的国家吸纳到北约，那不就是直接和俄罗斯开战了吗？马德里峰会有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北约要把战备值班部队扩大到30万人的规模。已经有媒体根据这个数字和具体的部署计划做了一张图表。要知道，和冷战刚结束的时候相比，现在的北约边界已经向东推进了好几个国家。这30万齐装满员的现代化军队摆在俄罗斯的鼻子底下，不但是普京，整个俄罗斯民族都别想睡好觉了。那么高强度的军事对峙又要重新上演，但这仅仅是表象。也有专家认为，背后的真相是欧洲国家要把美国拖回来，让美国把主力部队驻扎在那几个中东欧国家，放到俄罗斯的炮口下。你休想在大西洋的那一边隔岸观火，不能让欧洲国家独自承担乌克兰战争造成的破坏和下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虽然我们看到的仅仅是秘密情报活动的报道，背后的云波诡谲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战场。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